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明涵食艺。南瓜里面直接打入4个鸡蛋，这种吃法很少见，学会了就赶紧行动起来吧。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，吃一次就天天点名吃，特别的香而不腻，营养又健康。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块老南瓜，把南瓜皮去掉。南瓜呢，最常见的就是用来煮着吃，或者是熬粥。今天的这个吃法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，真的是太美味了，吃了还想吃。皮去掉之后对半切开，把里面的瓤和籽去掉，瓜瓤部分呢，尽量去干净一点，再分成小块，切成片，装入漏盘中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跟着锅里面加入清水，给它放入锅中，水开后蒸7、8分钟，把南瓜片蒸熟。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大碗中要保证无水无油，可以用厨房纸给它擦干净，把碗里面的水分擦干。再往里面打入4个鸡蛋，鸡蛋一定要保证是新鲜的，这样蛋黄才不会散开，更容易把蛋黄和蛋清分离。7、8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南瓜就已经蒸熟了，给它取出来，直接倒入碗中，然后将蛋黄分离出来，放入南瓜里面。蛋白呢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着。接着在南瓜里面加1勺白醋去腥，1勺白糖，再倒入绞肉机里面，把它打碎，打成南瓜鸡蛋汁，打好倒入碗中，加入半袋纯牛奶，约125毫升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奶香味浓郁，更好吃。如果不喜欢吃奶香味的，或者是对牛奶过敏的朋友就不要加了。给它搅拌均匀，再加入200克低筋面粉，边加边搅拌。低筋面粉呢，也称之为蛋糕粉，其蛋白含量较低，通常在7%以下，能够使其不易形成强韧的面筋。这种特性就成为制作蛋糕的理想选择，无论是海绵蛋糕还是切封蛋糕。低筋面粉的低筋性能够让蛋糕面糊在烘烤过程中膨胀良好，组织细腻，口感松软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稠一点的糊状，盖上保鲜膜，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来处理蛋白，保鲜膜撕开，加1勺白醋，家里面有柠檬的就挤入几滴柠檬汁，没有的情况就用白醋代替，加1勺白糖，先用打蛋器低速打发，打发至出现密集的泡泡时，再加1勺白糖，中速打发。这里的白糖需要分3次加入，不能一股脑的一次性加入，不然白糖会沉入底部，不容易打散。
打发至出现这种纹路时，第3次加入1勺白糖，再高速打发。直到最后打发至提起打蛋器，蛋白霜不会脱落，说明就可以啦。用铲子打一半在面糊里面，给它搅拌均匀，使蛋白霜和面糊融合。这里不能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拌，不然面糊会消泡。蛋白霜呢，要分2次加入面糊里面，以避免面糊流动性过大产生气泡。特别是在第2次加入蛋白霜的时候，需要注意不要搅拌过度，以免影响面糊的稳定性。还有蛋白霜不能放置过久，以免造成消泡，影响面糊的质量。翻拌均匀之后，给它倒入另外一半蛋白霜里面，继续翻拌均匀。朋友们，每天我都会给大家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请大家在看视频的同时，别忘了给我点个小爱心哦。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非常的感谢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准备一个保鲜袋，套在容器里面，倒入面糊。要是家里面有裱花袋的，就用裱花袋，没有的情况就用保鲜袋来代替。然后准备蛋糕模具，摆入烤盘中，在每个模具里面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这样一会儿更方便脱模。再把面糊挤入模具里面，面糊的量呢，放模具的1/3就行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小饼会更好看。如果面糊做得多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多放一点。接着烤箱提前预热，把它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80度，烤20分钟左右即可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呀！一股淡淡的南瓜清香味，伴随着奶香味扑鼻而来，金黄金黄的。给它取出来，再给它脱模，看看非常的轻松，就可以把小蛋糕小饼取出来了。给它摆入盘中。就这样，非常简单美味好吃的南瓜小蛋糕饼就做好啦。吃起来绵软酥脆香甜。使用南瓜、鸡蛋作为主要原料，再通过烤箱烘烤而成。随着南瓜的加入，为蛋糕小饼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，使得蛋糕小饼不仅味道好，还具有一定的健康益处。南瓜小饼的口感柔软，南瓜的甜味和蛋香奶味融合，使得小饼的味道香甜可口，颜色金黄，外观诱人。无论是作为甜品还是早餐，都能够为人们带来美好的用餐体验。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的，真的是超级的喜欢吃。好啦，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您觉得我做的美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给我点个关注吧。我是小韩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